各位好，今天我想再跟大家去聊一下 AR 眼镜这个话题啊。一方面呢是借由 Apple Vision Pro 上市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我手头上的这个 AR 眼镜应该用了有1个月了，这将近1个月了。不能说吃灰，但是呢，其实根据我的使用场景来看，使用频率着实不高。那么我想今天从3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话题吧。第一个呢是我这个标题上写的消费类 AR 眼镜 ，AR 打引号，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我们之前做节目讲过，但是今天我觉得有必要再重申一遍否则容易让大家引起一些误会。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讲一讲我手头上这个消费类的 AR 眼镜，它适合的场景和不太适合的场景。那最后一个呢，说一下我对这个就是我手上这个特定的这一款产品的一些看法吧。那至于是不是能够延伸到其他的同类品牌，这个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可以供各位有一个参考。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今天聊的消费类的 AR 眼镜到底是什么。我想先从这个引号聊起，因为我为什么要把 AR 2个字打引号？首先 AR 是增强现实之前我录节目已经科普过了，什么叫 AR， 什么叫 VR， 什么叫 MR。如果说您是基础型的用户，想去了解的话，也欢迎去翻一下我之前的视频有可能你们如果在这个角上看到了链接，直接点一下；没看到，自己去我频道里翻一下，肯定是有的搜索一下这个 AR 关键字，应该不难找到。那我为什么在这个里面把 AR打上引号呢？原因是因为这个消费类的 AR 眼镜，它本质上来讲，它不能叫做一个这个 AR 眼镜，就是有点牵强。你如果说紧抠概念呢，它也是什么叫 AR 呢？就是增强现实。所谓增强现实，就是在你眼睛能看到的这个现实世界当中，把这个现实世界做一下增强，也就是说，在现实世界当中去叠加一下现实世界没有的东西。那这个其实，消费类的 AR 眼镜，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汽车上面，就是高档汽车上面配备的这种抬头显示器，也就是 HUD。可能有观众知道，有观众不太知道。我简单描述一下这是个什么东西有些高档汽车呢，它会利用一束强光也可能是激光或者什么光，我就不确定了。反正比较强的光，强到什么程度？阳光直射仍然能够看得到的这种强度，用一个强光放在挡风玻璃的下面，然后呢，这个强光往上一打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就说数字吧，你就可以通过挡风玻璃呢看到这些数字。而在汽车上最常见的这种抬头显示器显示的数字就是汽车的时速，以及如果配导航的话，它能显示一个前进、左转和右转的箭头。这个抬头显示器最早是在飞机上被应用的，然后后来下放到一些高档的汽车。如果您的汽车上没有，你想体验一下，你也可以就是往上花点钱买一个附加的拖根线插到点烟器跟这个OBS 这个插口里面，然后拖根线自己放到挡风玻璃前面，一个小设备也能够实现类似的效果，但可能效果没有原厂的好就像一个你在汽车挡风玻璃前面放一个这个进门许可证就是那种感觉一个意思有的时候你那个进门许可证阳光一照，不是也能反出来那个上面的一些文字嘛？其实就是这个道理。那你说像这玩意儿，它是不是叫增强现实呢？你如果紧抠现实的话，它也是，因为你通过汽车挡风玻璃看到外界的这个驾驶员的这个视野，它原本是没这玩意儿的嘛。那你是硬生生的，甭管你通过光还是通过玻璃的反射和折射，甭管你通过什么，你是通过人为的叠加在现实世界上一个东西，让它实现了这个增强的功能。而这个东西呢还会变。那简单来讲，我在汽车挡风玻璃上贴一个年检合格标志，那也是增强现实。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是不是？那是硬抠概念也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标题上打引号的原因，因为大家认为的增强现实往往
是狭隘的，是狭义的，不是狭隘的，是狭义的正向现实，就是像 Apple Vision Pro 那样的可以互动啊，可以有更高级的一些功能，摆到那儿就不动位置的。但是这一类消费类的这个 AR 眼镜产品，我打引号原因就是因为它像汽车的抬头显示器一样啊，像在汽车挡风玻璃上贴一个这个年检合格标志是一样。它无非是在眼镜的这个镜片上面给你贴了一个小的显示器而已。那由于离得比较近，它利用一些光学的这个镜片的叠加，让你感觉到在你前方，比如说1米或者1米到5米这个范围之内有一个，比如100寸跟120寸的这个大屏幕的这种感觉，但实际上物理上其实它就是放在镜片上一个小屏幕，这有点类似于你去这个眼镜店去配眼镜验光的时候，它也会让你看视力表。那我们从小体检都知道，你看视力表应该在5米以外，但是你想想看，有几个验光室能够让，就是验光室不是验光师啊，就是验光的那个房间啊，你坐的那个位置。啊，有几个这种房间或位置能给你5米开外的这个距离，让你去看视力表去？那它是怎么实现的？其实就是靠光学折射的原理，它通过一些镜子啊或者反射，让你达到明明就近在咫尺，但是让你感觉是在5米之外，然后让你看你这个镜片配的度数合不合适，是1.0还是1.5啊？那这个 AR 眼镜呢？消费类的 AR 眼镜其实是同样的这个道理啊。所以这第一部分我们算是聊完了，也又是做了个科普嘛，就是让完全没听说过这是个啥东西的人也知道一下这是个啥。那它长什么样子呢？我就以我这个为例啊，为了避嫌，我就不说这是哪家品牌了，你们看得出就看得出，看不出其实哪个品牌大同小异哈，就是长这样子。它唯独就是后面拎了一根线嘛。拎了一根线，这根线呢，你可以连手机、连电脑、连平板都可以的。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眼镜打开了之后呢，我翻过来给你们看，看到里面吗？哎，里面的这一层，哎，我这样看，这层比较偏白的这一层是我的近视镜片啊，因为我有大概200-300度的近视。也有大概50多度左右的散光吧，所以我需要这个近视镜片。然后在最外面这层黑的其实就是一个墨镜，你可以理解成啊。然后在这2层镜片的中间，可能你不太能看清楚的，就是夹杂着一个小屏幕。当然它不是在正前方，它是在这个上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把这个眼镜放在上方给你看一下，这里是蛮厚的。它为什么这么厚？其实就是屏幕所在的位置，就是像单反相机那样45度折射。屏幕其实不在你眼的正前方，而是在你的上面眉毛这个位置啊。但你通过一个45度角的折射或者反射，你能够感觉到它就在前面。反正就是一些光学原理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眼镜上加了一块屏幕，能够让你随时享受这个大屏幕的乐趣。那消费类是什么意思？它和 Apple Vision Pro 包括像 Meta 的 Quest 这种产品，它的差别在哪里呢？其实差别主要在消费类上，这也就是它因为卖的便宜的原因嘛。消费类的意思是说，这类产品它针对的受众或者它的用户或者它主打的市场，全都是消费内容的。那你想想看，那确实是这样啊，因为你的眼镜里面就是啥也没有。你也没有什么传感器，你也没有摄像头，你没法打游戏，你没法跟它互动，它就是个屏幕。你接上啥，它就相当于在你面前有个屏幕而已。屏幕是用来干嘛的？那不就是用来看的吗？什么叫看？就是消费内容嘛。你看照片，你是消费摄影师给你做的内容，或者设计师给你做的内容；你看影片，你是在消费导演、电影制片厂给你做的内容。你看 CCTV， 就反正你是在消费内容，对吧？那消费类的 AR 眼镜，其实对于用户来讲，它完全是一个被动的啊，它不像 Quest， 是一个它主打是游戏，游戏它本质上是一个互动的体验，你啥都不干，这不叫玩游戏，那你肯定是我在游戏当中做点什么，甭管用什么方式，手柄啊还是凭空挥舞，我做点什么，然后游戏给我一个反馈，就一来一回，一来一回，这互动性非常的强，这种叫游戏。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像工作类的，那也是一样的，它互动性非常的强。我们把这种互动性非常强，又跟现实跟虚拟结合的很好的这种叫真 VR， 我个人起的名字啊，但这种消费类的这个引号 AR。
我们就叫引号 AI，就我今天要聊的这玩意儿。由于真正的 AR 眼镜其实离大众还远，不管是有很多便宜的版本不针对中国市场发售，还是因为针对中国市场发售的太贵，然后很多这个市场还没有完全打开，你甭管什么原因吧，离大众还尚远。但是从价格上和这个就是符合大众的需求上面啊，就普通大众需求上面，这种消费类的 AR 眼镜其实是可以最先走入大众的视野的。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那它适合什么样的场景呢？我觉得不适合我这种场景，我目前的生活场景它是不适合的。为什么？因为我现在主要的工作是在家带孩子跟做家务。特别是我带的是比较小的孩子，就是你真的需要24小时拿眼睛盯着他的那一种。那像这种情况，其实这种眼镜是没有办法真正发挥它的功效的。但我今天就试了一次，因为今天我推这个婴儿车，然后带孩子到外面去走了一圈。那么在户外推车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前提是你比较少的去跟孩子互动，他坐到车里，他玩他的，我推着就好了。这种情况下，终于让我能够有机会体验了一把。但刨除我这种场景之外，我觉得它这个产品呢，特别适合你如果是单身，然后呢经常的会出差啊，不太喜欢在家里待着。等一会儿我跟你说为什么在家里其实不太适合啊。特别是在飞机上、高铁上这种啊来回跑，特别是你哪怕你也不出差，但是你就喜欢到咖啡店坐的啊，那这个产品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啊。但如果像我这种，就我觉得你还是先别买啊，这个不太适合。那它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观感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给大家做了一个虚拟的效果图，因为我没有办法把手机放在眼镜里面，它是有那个感应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拍啊。但是我做了一个虚拟的图，我合成了一下，给大家这个先临时看一眼啊。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这个后期合成的啊，我自己制作的一张图片。但我觉得这个呢，跟我当时在这个公园拍到的我眼睛里面通过眼镜看到的场景是非常像的。你们可以看到我正在看我自己的节目，对吧？然后呢，我的节目这个屏幕的后面呢，其实我在仰头看天上的蓝天白云，所以你们应该能看到白云。但是为什么又能看到下面有那种草地的这种感觉呢？原因是因为这个眼镜的下半部分它透光。它跟普通的这种全眼罩式的 VR 眼镜相比呢，它的这个就是颧骨这个部分啊，它非常的透光。你看它透很多亮，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在室内，你坐姿在室内，你大腿的这部分如果不是很亮的话，这不是问题。但如果你在室外，整个地面被阳光照得非常亮，其实这种透光还是蛮明显的，所以你看到的就是一半天空一半地。但我为什么又跟大家说这个产品它比较适合户外呢？原因是因为如果你看，就是特别适合看我这样的节目。你看电影我就很不推荐，因为那个沉浸感太强。但如果你看我这种聊天节目、谈话节目，或者你看一些肥皂剧，它既可以让你看到一些关键的画面，然而又不影响你去看周围的环境。那也就是说，我其实根据刚才我虚拟出来那个画面，我一边推着孩子在路上走，没有任何被车撞、看不到行人的风险，然后我又能够模模糊糊，也不能说模模糊糊，就是那种半透明的感觉，去看到一些我节目当中的内容。而我看的节目呢，一定是像我自己的节目这样，就是以声音为主，声音还是可以的啊，不用戴耳机，它是从这个眼镜腿这个。我现在两个食指指的这两个位置啊，它有两个这个小的扬声器，可以放出声音，然后让你的耳朵听。这种听声音的方式还是我们比较让人感觉比较舒适和自然的吧。但音质你就别想有太好了，但是最起码呢，比你在耳朵里塞一个东西，它的舒适感要好很多，音量呢也基本上够用啊。所以如果你是在这种场合呢，我觉得还是
蛮适合大家使用的。那我也拍了2张我自己带着它的照片，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正面，所以其实如果是外面太阳比较大，像我今天出去的这种场合，你是不太看得出来，就外人是不太看得出来你戴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太阳镜的。我相信大家看这张照片，应该你也不太能看得出来吧？除非你看到我耳朵后面那条线了，对吧？好，那我也特意拍了一张侧面，那我也给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首先，你如果真的在你这一侧或者后面看，人家还能看到你后面拉一根线的啊。当然，你可以把它藏到衣服里面，但我觉得这个没必要了。但其实这张照片大家可以重点看一下我刚才讲的那个下方的空隙太大，也就是颧骨那个位置，它留了太大的空隙。这个应该也是跟那个屏幕设计有关系啊。这个我相信一定是有特别的原因的，因为真正的眼镜你不会留这么大的空隙。然后就是会所谓产生这种蛮严重的漏光问题，只不过像这一类的产品，如果你看的内容又正好合适呢，漏点光也问题不大。那我这个眼镜呢，它是带3档的电致变色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插线的时候，它自己里面也没电池，所以你也不用记着给它充电，这一点倒是蛮方便的，像有线耳机一样啊。但如果你插上电之后呢，它下面是有一个按钮。它有3档电致变色。什么叫电致变色呢？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镜片里面通电跟不通电，改变这个镜片的透光度。你最浅的一个可能就是类似于你的感觉，就类似于这种平光镜的感觉。但第2档呢，你就想戴一个茶色的这个墨镜的感觉。那第3档呢，就是纯黑墨镜的感觉，没有这么绝对啊，但是你是有明显的3档遮光的。那这就是分别适合不同的场景和让你欣赏不同的内容了啊。比如说我是在推着孩子走路的时候，我顺便看一些这种口播的节目，那我是可以放到最浅的那一档，因为我一定要保证我看到环境。那如果你是像比如说坐在咖啡厅、坐在高铁，那你肯定是要放到最深那一档，让你有更好的沉浸式。那如果你是一下坐飞机几个小时，想自己沉浸式的去看一部电影，那它还官方配了一个纯黑的塑料罩，直接罩在上面，让你一点光不透，这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下面还是会透的。当然，如果你坐飞机，大家都睡觉了，你看片儿，那估计也透不了什么。这个场景对了的话呢，还是不错的啊。那对于这个走路的时候看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它和真正的 AR 眼镜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真正的 AR 眼镜，你把一个物体放在你的空间里面，它在哪儿就是在哪儿，它不会随着你头一扭这个东西就动了。你比如说真正的 AR 眼镜，我弄一个虚拟的，我脑子里面想那几个例子都比较恶心，让我想一个文明点的例子啊。你弄一个虚拟的这个足球吧，好吧，虚拟的足球，哎，我就放在我桌子的这个右上角，放好了之后，我这头一扭，它仍旧还在那个地方，就像你真正的在桌子右上角真的放了一个，这个叫真正的 AR。但是你想，这种眼镜里面带个屏幕这种，那如果你一边走路一边晃，一边在走，那你会发现什么问题？就是一个硕大的屏幕在你的眼前，砰砰砰砰就这样晃，就你晃它也晃这种，就也不至于头晕了，因为你走路的时候它会放得非常透明嘛，就像这个云彩里面透露出来人脸这种感觉。但是呢，明明云彩在那儿一动不动的，但是因为你在走路嘛，你一晃头，这个脸呢就一会儿跑到这个云彩上，一会儿跑到那个云彩上，你就脑补一下这种感觉啊，晕倒不至于啊。所以这个是这种消费类的 AR 眼镜的一些适用和不适用的场景。最后呢，跟大家聊一些我之所以会想到做这期节目的一个初衷。我不是因为今天带孩子出去戴了这个眼镜体验了一上午之后我才想到做这个节目的，而是我先想到了要做这个节目，我今天才想到，哎，要不把它带出去吧。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我做这期节目呢？其实是对我来说一个非常不方便的一些细节。那给大家举2个我觉得最对我有影响的例子吧。第一个就是屏幕亮度这件事情。不可否认啊，国产的这种消费类的便宜的这种所谓的 AR 眼镜，它的屏幕的素质非常的高。
你如果看参数，不管从亮度、对比度，还是这个清晰度，还是分辨率，还是比如说我们说的HDR 等等啊，这些功能，它的屏幕的细腻程度各方面真的是我个人认为无可挑剔了啊。但是我发现，可能就我比较另类吧，因为我带孩子嘛，很多时候，比如说孩子比较小，睡得也早，7点多8点就要躺在床上了，那我要陪在他旁边，那这个时候我就想，我也不能干啥，我想看点东西，我能不能戴着眼镜看？你就会发现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太亮了，这个眼镜里面的屏幕太亮了。你如果全是在白天，在户外，你会觉得高亮是一件好的事情啊。我今天上午去看，我完全没有感受到这个问题啊。但是之前我刚买的那几天，我一旦晚上想试一试，哇，我把屏幕的亮度调到最低，也把我眼睛刺的实在是就是我可以用刺痛来形容。那我就突然比较理解，有蛮多的观众在我的这个节目下面，好多期节目下面有蛮多的观众就留言说，建议我不要做 HDR 的视频，因为在晚上他们看着刺眼。其实我是抑制住心里回复的冲动了，因为我觉得回复这个我想要回复的那个内容，我回复上去其实意义不大，因为我不打算改嘛。我还是会一直坚持做我喜欢的 HDR 内容，而不会做 SDR 了。但是我也非常理解这些留言的观众，我猜的不错的话，大概率上是因为这些观众用的手机的屏幕也和我的这个 AR 眼镜一样，它的屏幕背光的亮度没有办法降到足够低，所以在晚上的时候，你但凡看 HDR 的内容，你都会觉得刺眼。那又回到我的老本行啊 ，iPhone 就不是。那你回到这个消费市场，又看到了那个让人非常两难的问题，就是大家还记得早年数码相机刚刚流行的时候，手机拍照还不行的时候，数码相机最大的卖点是什么？你们现在，我觉得问10个人有9个人都能脱口而出，对。像素，所以很多当时的那个国产的相机品牌，包括现在也是，也不光是国产，像很多国际的大厂啊，我就不点名了，都会以这个我的手机或者我的相机，我的像素能达到多少多少啊？比如说很多手机说我的像素能达到4200万，早就可以了，5年前就有相机像素能达到4200万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就因为消费者认这个。但是真正懂摄影的人，他会不会去追求这个呢？真正全世界分享照片最多的那台相机，它是不是像素这么高的呢？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绝对不是。所以其实像素它原本就是我们说竹筒效应嘛，对吧？一个电脑好不好是要看你像一个竹筒一样，是要看你这个围成一圈的这个竹筒的外壁，这个每一个竹皮有长有短，它是要看你最短的那个板嘛，对吧？其实所有东西我觉得都有类似的功效，就是它好不好其实是大家一起合作，你这每一个板都要长啊，不能存在一个短板，一旦存在短板就一下子漏下去了。那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把其中一个板刻意的拉得特别长，也完全没有意义。但是呢，对于很多似懂非懂的消费者就有意义，因为他就看这个参数。所以在你买这个 AR 眼镜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参数，大部分人去买屏幕，你看到它的介绍，他都会把一个我是 HDR 屏，对吧？我可以显示的亮度达到多少多少尼特，比如1000尼特、1500尼特，我的峰值亮度多少？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像当时我们说我的像素能够达到几千万？而殊不知，这个峰值亮度它达到一个合格线，其实就足以满足大家大部分的需求了。很少有人谈你能降到多低的亮度。其实 iPhone 的这个 HDR 屏幕也经历过好多次的迭代。我记得刚刚 iPhone 10第一次在手机上配备了 HDR 的屏幕之后，晚上的这个亮度也是很亮的。我记得我当时用 iPhone 10的时候，晚上把亮度不能调到最低，一旦调到最低会有这种类似于频闪这种感觉啊。但是后来随着一代一代的 iPhone 的进步，我就发现，特别是我现在这台 iPhone 15 Pro Max，
我晚上可以放心的把屏幕亮度一下子拉到底，哪怕是伸手不见五指，这个屏幕也绝对不会让我刺眼。但是我就非常理解，如果你用的不是 iPhone， 是其他品牌的一些手机，我绝对不敢保证他们都能够像 iPhone 一样花这个力气把亮度降到这么低，因为这种东西只有你花钱买了用过一段时间之后，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得是有心人才能够体会到，哦，这个真好。对于99%的用户来讲，首先他可能就用这手机的一生，他不会有这个场景，他根本遇不到这个场景啊。那其次遇到的呢，他也不明白怎么回事。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手机品牌商的老板，你是最大的那个，你下面的人跟你说，我们就把屏幕的亮度标到最高，一定能卖得最好，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我相信是我也很为难。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比较认可 Apple 产品的原因，因为我经过20多年成为它的用户，在这家公司也工作过之后，我会觉得你不管说它怎么变化也好，但是在整个的这个消费类的市场上，供消费者能够选择到的真心的这种让我能够真实感受到的好产品，其实蛮少的，我觉得蛮少的，还是蛮幸运能有 Apple 这家公司能够这样的去做产品的。所以顺便也跟一些观众去提一下啊，我个人非常喜欢 HDR， 我也觉得 HDR 跟高清 4K 一样，它是一直会往前走，不可逆的。那在这个走的路途过程当中，势必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仍然不会把我的节目降到不是 HDR 的版本。这个点聊的有点多了啊，因为跟我自己的频道有关啊。那第二个这个不好呢，其实跟我个人觉得的不方便的地方，其实跟上一点说的这个亮度没办法调太低是类似的，就是这个屏幕的尺寸它做的太大，以至于我没有办法很轻松的看到完整的屏幕。大概率上，如果你把字幕打到最下面，这个字幕我只能看到一半。我试过，它这个镜腿啊，它这个镜腿是有3档可调的，就是这个腿可以往上、往中间、往下，有3档可调。我调到让我能够看的最舒适的那一档，我仍然没有办法很轻易的看到完整的屏幕，就是我的屏幕还有一部分是在框外的。而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在我第二部分描述的这个眼镜所适合的那些场景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是不 care， 就是我不在意你给我的这块眼前的屏幕到底是120寸还是100寸，我不在意的。你只要在我前面放着一个屏幕，你当然了，你说我一个是120寸，一个是2寸，那这个我肯定在意的啊。那2寸呢，我就像早苍蝇一样，那也是不行。但其实你把这个屏幕撑得这么满，很多时候让我看字幕的时候要这样看一下，然后看到字幕的时候又看不到天上了。就这个屏幕它总是不能让我看全，左右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只不过没有上下那么的明显。那我就觉得何苦呢？那你何苦呢？你让我就是不得不又联想到120寸尽量做得大，在我可能的情况下，我尽可能的把这个屏幕在你的眼前给拉大了。在你购买之前，参数我可以写得好看一点，我没骗人，对吧？但是你说你买了之后，由于屏幕太大看不完全，这是你的问题，对吧？我在你购买之前，我并没有与描述不符，那所以就买了啊。就买完之后，这2点其实我觉得还是挺让我意外的。所以其实促使我做本期节目的初衷是我刚刚分享的那2点。我觉得蛮感叹的，就是挺好的一个产品，你真的是想要走一些低端路线，那么其实低端路线没有什么不好，便宜的东西永远没有不好，便宜有针对便宜的那部分人群和市场。我觉得除了你是顶级富豪以外，不管你是社会上面有钱的那一阶层还是没钱的那一阶层，你都会用到便宜的产品啊。那最简单的例子，可口可乐，你再穷的人也会喝可乐，你再富的人你也会喝可乐，你喝的可乐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就2块钱。那
我老老实实的做好这样的产品，其实你也能打出一片天下的。当然了，这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我是这家公司的老板，可能我也没有那个底气说我们就是这个不去标这些参数啊，我就是逆着主流，我就是逆着消费者。就像我这个频道一样，我上一期节目做的那个 iOS 的图标，然后就没啥人看。其实我讲的我自己觉得还是蛮有趣的。那还好，我是个自媒体啊，我下面没有员工，我不需要对任何其他人负责。你们不爱看，顶多就是我的观看量少一点，我这期节目呢可能拿的广告费少一点，由原来的一期节目能拿个5毛钱广告费，降到只能拿2毛钱，但我不 care。我做这个节目的初衷还是我自己聊得开心，就像我现在这个一样的，对吧？所以，我触发了我内心当中的这一点，是我想跟大家做这期节目的主要的原因。那所以我说副标题我写的是买还是不买，我打的是问号。我并不是在黑这类产品，我也不是在捧这类产品，我其实是根据我自己的使用场景和我的体会，比较忠实的还原了我个人用这个产品的样子。我永远不觉得这东西不适合我就不适合你，不是适合你就一定适合我，完全不是。哪怕你是我这个频道的会员，我们肯定有大部分有相通的地方，但是仍然在生活场景中不一样。很简单的例子嘛，我是全职带孩子，你是吗？那就场景就不一样了。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这些亮度啊各方面是有 bug 的，但对你来说，你天天你用这款产品的场景全是在阳光下，你可能希望它再亮一点。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聊天的目的所在啊。好，随便跟各位瞎扯几句啊，感谢您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再见。